Hello，我是哈棍。这一期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银儿兰，它的中文名字由英文的 Baby Blue 直翻。在1999中，有许多的角色的英文名字更能凸显角色的特征或者是原型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吧。银儿兰出自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比较有名的版本是由迪士尼影业在1951年时出的卡通电影。电影中，爱丽丝看到了一只急匆匆的兔子，并且追了上去。跟着兔子钻进了兔子洞中，掉入地下世界。爱丽丝看到兔子进到了门后的仙境之中，但她却因为门太小而被拦住了。在门把先生的指示下，喝下写有“喝我的药水”。缩小药水让爱丽丝变小到足够进门，但没有钥匙的爱丽丝也无法拿到在桌上的钥匙。当爱丽丝再次听从门把的指示，吃下写有“吃我的”饼干后，她变得比房间还要大。撞到头的爱丽丝顿时哭了出来，巨人化的爱丽丝连眼泪也等量的变多了。房间积满了水，也将再度变小的爱丽丝冲入门中。一群动物们讨论着如何将身体弄干，他们决定举办一场没有结果的比赛，并且开始绕着石头一圈一圈的跑。爱丽丝觉得这些行为非常无聊、荒诞，而且没有意义，便追着兔子进了森林。迷路的爱丽丝遇到了叮当兄弟，并且在他们的诱惑下听了海象与木匠的故事。故事中，海象与木匠发现了一群小牡蛎，并且邀请小牡蛎去家里做客。尽管牡蛎妈妈并不同意，但涉世未深的小牡蛎还是被海象给骗走了。有趣的是，牡蛎妈妈背后月历的 R 在发光，这是因为欧美地区的一个说法。英文月份有 R 的时候是最适合吃牡蛎的。而没有 R 的5月到8月，牡蛎因为还在成长，并不可口。接下来，爱丽丝遇到了一只正在抽水烟的毛毛虫。正在转变期的毛毛虫心绪不宁，暴躁易怒。一人一虫在没有逻辑的问答下，爱丽丝最后被气得转身就走。而心情突然再度转好的毛毛虫，却又告诉爱丽丝变回正常大小的方法。之后，爱丽丝遇到了柴郡猫。又与疯帽子、三月兔庆祝了非生日快乐，还跟喜怒无常的红心皇后进行锤球比赛，最后在扑克牌士兵的追杀下逃跑，最后发现原来这只是一场梦。爱丽丝梦游仙境除了找兔之外没有明确的主轴，但在这些荒诞的故事中也能看到爱丽丝的成长。爱丽丝只是个小孩，尽管她的目标是找到兔子，但是他的注意力却时常被新的事物或事情所吸引。他容易生气、无理取闹，没有耐心，心直口快。但他也单纯、天真、好奇心旺盛，这些都算是小孩子的特点。故事中变大变小的过程无法控制，就像是小孩希望自己如同巨人般高大，随着时间长大成人后，却又希望自己一直是无忧无虑的小孩。但岁月的变化并不可逆。如同英儿兰说的 If I shrink myself, will everything be as usual like before? 而在遇到红心皇后后，爱丽丝知道了规矩与规则，也就是学会了认怂。尽管那些标准并不合理，她也了解到了做错事情的严重性，仿佛她的灵魂也吃了巨大化饼干一样瞬间长大。就像英儿兰文化故事中那离去的爱丽丝，离开了不属于成年人的童话与幻想。爱丽丝的原著是路易斯·卡罗在1865年出版。除了《梦游仙境》外，其实爱丽丝还有着第二部的《镜中奇缘》。原先是作者与好友的3位女孩在泰晤士河同游时，应女孩们的要求所讲述的幻想故事。在出版时，当时的评论家由于故事没有条理与荒诞不羁，并不看好这个童话作品。但很显然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真的颠覆了他们的想象。而迪士尼的《爱丽丝》与原著有着相同的荒诞风格，但不同的是，电影推出时票房并不符合预期，它被认为过度的追求美国化。电影中缺少了公爵夫人与猪跟假海龟的章节，也被认为不忠于原著，但又加入了《镜中奇缘》里堪称童年阴影的海象与木匠，让这部卡通电影不再合家观赏。可能迪士尼也着重在教育小孩不要听陌生人的话吧。一直到1960年代，反文化运动开始盛行。看到这个标志了吗？没错，就是挖掘艺术那家伙。
在这时期，嬉皮等亚文化先后产生，迷幻剂等药物兴起。本来就具有荒诞风格的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也被当作佐料，边吸边看，让瘾君子更呛。这也间接导致《梦游仙境》被妖魔化成带有成瘾暗示的作品。Baby Blue 是 Badfinger 在1972年的作品，绝命毒师的编剧与制作人 Vince Gilligan 力排众议，选择在结尾使用 Baby Blue 这首歌，因为 Baby Blue 能够代表那些蓝色的违禁品，也能表示主角 Walter White 对化学的热爱，如同英格兰在仙境中成为了战无不胜的伟大英雄，但他也失去了他的母亲，失去仙境之外的世界。单品的钥匙用于打开仙境之门，洞悉二例会中大量的红色液体并不是血液，而是与钥匙挂链瓶一样的玫瑰花枝。毕竟英格兰依旧在童话般的仙境之中没有醒，而乌萨是拉丁文中的熊。玩具熊或者泰迪熊最早的来源虽然不可考，但是泰迪熊对于英国人来说就像是小贝贝般的存在，更能体现英格兰的英国童年。语音中，英格兰说仙境中没有熊，是因为梦游仙境作品中本来就没有熊的角色出现。扭曲的差距给人带来了晕眩的状况，这可能与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症有关。这个疾病会使患者的感知受到影响，身体或物体看起来更大或更小，直线会看起来如同波浪，静止物会像是在移动，可能因为偏头痛、抑郁或是使用违禁药品、止咳糖浆、病毒感染或造成。仙境并非一种幻觉疫病，英格兰也不是那些已经康复的孩子，英格兰永远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并且属于仙境。英格兰的技能之一是 Tea Party， 中文翻译则是下午茶。虽然 Tea Party 本身就有茶会的意思，但派对与茶会也给人截然不同的印象，更不要说 Cough Syrup 是名为可可剂的感冒糖浆，总觉得会越喝越想咳嗽啊。战斗胜利与战前语音中提到的是指爱丽丝在开庭被审判时变大，并且对着红心皇后们还有士兵们说 You are just a pile of cards. 另外语音中也提到的糖浆做的井，这是原著中睡鼠在封茶会里所说的住在糖浆井中的三个姐妹，以里德尔家三姐妹作为原型，也常有三姐妹的原名。在文化故事中，瑞贝卡琼斯掉入了兔子洞，可以推测英格兰本名便是瑞贝卡，而英格兰抛弃了瑞贝卡，抛弃了现实中的自己沉溺于仙境，在与白雪松的对话中也了解到了他并不喜欢仙境外的世界。另外现实中有一位插画家叫做瑞贝卡琼斯，著有童书与插画本，或许就表示瑞贝卡抛弃现实中的童话，转而投入仙境之中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